前些年说起越南，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取代中国，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。中美贸易战时，外企一窝蜂的从中国转移到越南，自媒体也跟着起哄说越南经济起飞了，要把中国制造全接走等等。拿出数据一看 ，GDP 飙升，手机电子产品出口猛涨，一切看起来也像那么一回事儿。可就是这么一个投资天堂，却在一夜之间崩了盘。银行挤兑，楼市暴跌，资本逃离，一场金融危机把几十年的积累打了个稀碎。那么越南到底是怎么了？繁荣的经济数据怎么成了他的催命符？1985年，苏共在内外交迫下宣布实行体制改革，主动放弃政治特权，并遇到了40年之久的老美握手言和。作为苏联阵营的地中之地，老大哥的妥协也让越共意识到东西方的主义之争或许已经走到尽头。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才是真的，21世纪必将是搞钱的世纪。若一味的抱残守缺，那么朝鲜的苦难行军就是下场。越共渴望做出改变，但又不愿像苏共那样自废体制，于是选择了一条折中的赛道——革新开放。越南不愧是抄中国作业抄得最勤快的好同珠，不仅改革开放摸着中国过河，其他的中国推行什么，他们也都出台什么。中国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越南就推出10号承包决议。中国承认私营经济合法地位，越南就通过私营企业法。中国有2个100年计划，建国10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，越南就降低一下标准，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发展中国家。可中国的作业又岂是那么好抄的？盲目抄袭的后果就是革新开放头10年，越南人过得相当紧巴，既没有迎来中国90年代那样的高速增长，又没有出现泰国那样的股市长红。增速最高的时候，撑死刚过中速线，革新隔了个寂寞。开放也只是让国内的青壮年劳动力更容易出国打工而已。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越南只学到了改革开放的皮毛，却没有经历中国前30年的工业化积累。改革开放第一步是吸引外资投资建厂，可越南连基础的工业配套都没有，拿什么承接外资产业转移？直到现在，越南都得向华南电网买电，可见其配套做得有多糟。能发展起来就怪了。其实吧，越南本来是有工业底子的，但都被自己作没了。美越战争时期，中国承担了苏联老大哥的角色，苏联当年怎么帮我们的，我们就怎么帮北越，援助了一大批重工业，但这些东西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被炸掉或者打包回收了，连根电线杆都不留。此外，常年的战乱也制约了越南的经济发展。越南这个国家从1930年起兵抗法到1975年南北统一，整整45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。可民族独立之后，非但没有休养生息，静下心来好好发展经济，还在苏修的裹挟下继续穷兵黩武，入侵柬埔寨，攻打中国。1979年，中国赢得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，越共不服，调集人民军精锐，进犯我国边界，又拉扯了10年。当然，对我们来说，那10年是边境冲突，东南省份不受影响，可以继续搞钱。但对于越南而言，却是全民战争。改革开放需要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做起，而彼时越南青壮劳动力都被拉去了前线，后方女的多，男的少，残疾的多，健康的少，谁来拧螺丝，谁来搬砖？天天打仗，有哪家外商头体敢来这种地方投资？广州、深圳不香吗？但越南高层显然没有自知之明，一定是因为自己改得不够彻底，于是本着重症下猛药的道理，推行了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，结果步子迈得太大，一不小心触到了国运雷区——金融管制。06年，越南出台投资法，取消外资进场的种种限制。过去越南对外高度限制持股比例，限制行业准入，地方上养着一大堆靠盖章过日子的官员，光是审批这一关就足够让绝大多数人跑断腿。控股比例太低不说，赚了钱也很难汇出去，外企望而却步。不过现在门槛统统取消，新投资法规定内外资一体化，啥意思呢？就是说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，来了都是越南人，大家投资一视同仁，可以独自建厂，也允许自由调配资金。不仅如此，越南还取消了行业准入限制，过去敏感不得了的能源、金融、电信领域，外资只要按规定登记注册就可以入股。随着越南全面放开管制，不再对外放射，外资可谓是集体狂欢，如潮水般涌来。特别是三星等一众韩国财阀集团的入驻，让越南在短短2年时间内就一跃成为全球第2大手机生产国，经济增速更是从最初的4.几%窜到8%。商品出口结构实现了从纺织为主到机电占大头的转变，一切看似歌舞升平，有条不紊的进行着，可繁荣的背后却是莫大的安全隐患。越南对外资依赖相当严重。据统计，三星一家公司的产值就占到全国生产总值的20%，FDI 更是占到 GDP 总额的14.5%，意味着越南每赚7块钱，就1块钱拿捏在外资手里。正是这种脆弱的经济结构，把越南带进了坑里。2022年10月，西贡商业银行发生了一起前所未有的挤兑事件，愤怒的储户在银行门口拉起横幅，要求取回现金，但该行的坏账率已经飙升到97.08%，根本还不起这个钱。
只能向央行求助，而央行为了稳住大局，也只好开闸放水。看到这儿，有人或许就要问了，不就是银行破产，多大点事儿值得单独提一嘴吗？起初越南央行也是这么想，结果翻开账本一看，差点没气到吐血。西贡商号的资金缺口居然高达140亿美元，相当于外汇储备的1/4，全年 GDP 的5.6%。什么概念呢？要知道，北约国家的国防预算也才占到 GDP 的2%。由于涉案金额太大，再加上西贡商行与其他银行有着错综复杂的股权、债权联系，因此西贡商行的暴雷很快动摇了其他银行储户的信心，演变成全国范围的挤兑潮，拉崩了股市、楼市、汇市。而外资为了规避风险，也纷纷撤离。这对于高度依赖外资的越南来说，简直就是灭顶之灾。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或许直到血本无归，他们才开始悔不当初，懂得金融安全是国体的根本道理。那么越南这场金融危机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改革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？